歡迎大家繼續回來寰宇全世界。在周末登場的美伊談判，其實還有戲中戲啊，因為我們知道，在美國這邊呢，主談的代表也是帶領整個談判團隊的，這次換成了副總統 J.D. Vance。范斯啊，他曾經在美軍陸戰隊服役好多年啊，曾經在2005年被派駐到伊拉克。當然也有分析就因此認為呢，范斯在伊拉克的經歷啊，讓他一度質疑美國這次對中東的整個軍事行動跟干預的行為。基本立場是反對美國對海外用兵的。那麼 Vance 呢，也從一開始那就成為了伊朗非常屬意，而且是點名談判對口，因為先前的談判經驗非常的不 OK。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包括這次也在談判團隊當中的Witkoff 還有這個Kushner 呢，其實呢大家記得嗎？上次谈到一半就被打了哈，2月28號這一天就開始被攻擊。好，那巴基斯坦的媒體也報道說呢，原本華府一度擔心德黑蘭這邊的態度搖擺啊，可能會削弱談判的可信度。但是這次伊朗方面呢，派出了由他們的國會議長，也是剛剛特別提到說，他曾經擔任過革命衛隊的高階將領卡利巴夫這位議長，帶領着伊朗的外長阿拉奇，那還有一些隨行人員，那讓川普相信伊朗這次是真的要談判啊，所以他改變心意，派范斯出馬。而日經就報道說，范斯能不能夠以美國最有利的條件達成這次的談判協議啊，也會是一個觀察重點。因為呢，這將會成為他能不能夠成為2028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試金石。現在他的黨內對手最強的被認為是 Rubio， 就是現在的國務卿。那美伊談判呢，也將會成為 J.D. Vance。范斯參加大選的關鍵要素。Ross 對於范斯這個談判能力的了解如何啊？你覺得他跟其他川普的核心幕僚，包括現在台面上的 Witkoff 也好，尤其是 Kushner 也好，還有包括 Rubio 也好，他們的不同是什麼？不同是他沒有其他人那麼多經驗啊，尤其是在這方面這些國際談判畢竟他以前做律師，然後在私募基金呢。但是其實時間沒有很多年了還算很年輕，對不对？所以他退伍之後，然後去當律師、私募基金，時間也沒有很久了另外他就寫一本書，然後當參議員，當參議員也沒有當太多年，川普就請他當副手了，然後過去1年多，就是從川普上來執政之後。雖然不能說像以前有一些副總統是被排在外，那不能講質疑川普還是把他拉進來很多重要的決策或的相關過程，但是他也不是關鍵人物了。不管是世界哪一個熱點，不能說過去1年多 Vance 是關鍵，就是他在其中，可是他不是關鍵人物。可以這樣說，他不是主導的就對了。他這次帶領整個談判團隊啊，好像對，這次是，但是他不是一個人去對不對？還是有 Witkoff、Kushner 在場，對不對？他只是代表。而且提醒大家 ，Kushner 是我們猶太人了，對不對？而且他是很虔誠，通常禮拜6安息日他都會去禱告了。那這次可能是經過他的牧師說，這次為了世界和平你不用去禱告，你可以飛去伊斯蘭國家 Pakistan 參加談判。這個教宗都出來說話了，說美國這次不對。所以重點是川普也沒有單獨派 Vance 去，對不對？所以其實時間還很久，但是我跟大家說一個重點如果 Vance 真的想拿這個共和黨提名的話，下一屆總統提名的話。他不得不在將來3年多，因為3年左右，他不得不主導，不管是國內外交政事，他一定要主導一些東西，一定要有一些自己他個人有一些實際的成就，實際的成績，對，要不然大家都會說，你是一個花瓶而已你沒有真的有做什麼事情。OK， 你只是配合川普而已，你不是太敵對你非常支持他，你很 MAGA。但是你實質的成就是什麼？所以他不得不在將來幾年，不管是國內政事或外交政事，必須要搶這個主導權。大家最近現在也在看，就是這次 Vance 他帶領的這個代表團，然後他的表現如何因為今天有一個最新消息就是未來很有可能
他要面對的對手，如果他真的代表共和党的話，民主黨這邊賀錦麗打算要捲土重來。好，那麼當然這個你認真嗎？當然賀錦麗也必須要通過民主黨內的初選嘛，哈。他是自己想出來吧？对，自己想出來。OK， 那麼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啊，就是因為最近的新聞有一個是 MAGA 當中已經出現很多反對川普在中東決策的聲音。那使得呢，現在變得是好像共和黨內部，尤其是 MAGA 內部有一個內訌。川普在社群平台最近，像剛剛那個大使講到，他就發表了一連串的言論攻擊哈，因為他攻擊的對象都是一些媒體的名嘴啊，還有一些媒體人啊。那川普像是在這個長文當中呢，不客氣的稱呼 Tucker Carlson 啊，這個 Carlson 呢其實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媒體人啊，他現在是個名嘴。那還有包括像是Megyn Kelly 啊、Candace Owens 啊，以及這個 Alex Jones 啊。川普說：“你們這些人都是低智商啊、低 IQ 的瘋子跟笨蛋啊！”稱呼這些媒體人呢，只為了要推銷自己三流播客的這樣的一個角色，尋求廉價的知名度。然後也特別形容攻擊 Carlson 呢是個崩潰的人啊，建議 Carlson 去看心理醫生啊，因為他非常的不滿，因為這些媒體人名嘴不斷的去檢討川普在中東這邊的決策做的是非常的離譜。CNN 也委托了麻州大學阿莫斯特分校的 YouGov 的民意調查機構也發現，他們做了民調是選民信心出現動搖的比例目前到達38%。大使，其實這個對於當然這個跟伊朗沒有關係，不過呢在談判上也許是個利多哈。這也是不是說川普現在非常的急，他趕快想把中東問題給解決，尤其是跟伊朗之間達成一個協商、一個談判的這個決議哈，因為這樣再拖下去的話，對他期中選舉是非常不利的。對，所以這是他這場戰爭已經影響他個人的政治前途了。政治人物什麼國家啊、民族啊什麼，他最重要他自己個人燒到他自己了，燒到他自己了，所以他這個算盤一敲就結束這場戰爭，找另外目標嘛，這很快很容易嘛。不過我覺得那個范斯是伊朗點名，伊朗點名，就是說伊朗前一陣子就傳言說他們不接受那個維科夫跟庫什納，對，他說因為。原來時候在透過卡達談判的時候，就是跟這兩個在談的，後來談完以後就挨打了。對啊，對，所以他們我想他們應該點名。那這是很正常的。談判的时候啊，雙方都會說你派誰來，我不同意。我希望你派誰來啊？那這裡面可能也交換了很多人名啊，搞不好也有 Rubio 啊。那伊朗說不要啊，那也可能是那個財長啊。那川普就這幾個他比較信任的嘛。對，所以我認為他們是范斯出來，不過范斯這是一個好機會，他真的又重回到這個版面的媒體的版面的中央哈。那而且我覺得他也大概看出來了，如果期中選舉川普這個聲勢大弱以後啊，他可能要扮演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開始吃重了。對他本來在這場戰爭裡面他就扮演一個剎車的角色啊，這在川普的陣營裡面能夠當剎車是很冒險的。那他還這次弄到這個工作啊，對他來講是他政治生涯的很重要的一步。對，那他就會反戰到底。因為其實，在他代表反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整個美以伊的戰爭這樣的一個衝突，其實也造成美國這邊不小的戰損哈。美國軍事時報也報道說，中央司令部他們就指出呢，從美國跟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襲擊以來40天內已經有13名美軍人員死亡，381個人受傷。CBS 4月1號以來呢，在這個美國他說呢，報道說美國在中東地區損失了8架，尤其在武器方面8架 MQ-9死神無人機損失。然後呢，2月28號攻打伊朗以來呢，已經損失了24架的 MQ-9了。這 MQ-9呢，其實依照型號不同，他們的單價呢大概是3000萬美元，折合台幣是9.5億或更高。24架算了一下是7.2億美元哦，大概有228.6億台幣。它平常是用在作為這個情報偵監監視偵查任務啊。最初設計是因為這個用在防空能力比較弱，甚至沒有防空系統的反恐環境。但這次我們看的不只是戰損，金文兄 MQ-9的這個不斷被擊落現在已經戰損到有說24架了在整個無人機的作戰戰略角色還有電戰系統上面，是不是有被外界高估？你
覺得？我認為無人作戰體系是未來戰爭的一個新的趨勢哦。雖然這 MQ9這次戰損其實數量還蠻高的，但從這次戰爭也正凸顯了無人作戰系統或者無人作戰裝備它的巨大價值。試想，24架無人機如果換成24架有人飛機，對，哇！對美國來講，如何營救相關的飛行員，或者飛行員人命的損失，對美國來講將是更為巨大。比如說 MQ9這種飛機，你可能第一個螺絲釘下去到生產完畢，可能幾個禮拜就可以，但一位合格，然後飛行員從素人，然後培養成能戰敢戰、完全合格的戰鬥機飛行員，可能沒有個5、6年、6、7年你是辦不到的。是，也因此。對於整個作戰體系來講，這種專業性、高度訓練人員是非常非常昂貴。那隨着這個武器裝備更為複雜，它的昂貴價值更高。也因此我必須說 ，MQ9這次比較多的戰損，並不能說明這個無人體系未來是不是被誇大，是不是沒有原來想象那麼大價值。那我認為它的戰損比較高，主要是涉及 MQ9它本身的定位。那就像前面講，它屬於一個反恐戰爭時期，那具備偵察、監視，甚至察打一體這樣能力的一個飛機。而 MQ9用在這次美伊的衝突裡面，它也不是一開始作為一個先鋒部隊，而是整個對伊朗的防空體系精準打擊，認為癱瘓到一定地步以後，才派比較多的 MQ9執行，包括偵察或者部分的打擊任務。那從這樣的一個這個戰損，我們還是說強調 MQ9它本身不是一個比較精密、比較不可損失的裝備，對美軍來講，它是一個可耗損的裝備。而這樣的一個耗損，事實上對比我剛才講的有人系統的耗損，其實這樣的代價對美軍來講，其實相對還是比較低的。对，那另外對美國未來考慮就是，你未來的無人作戰體系如何更豐富化、更精工化、更細部的分配你的職能，比如不同的任務、不同的功能、不同的領域，你要生產或研發什麼樣類型的無人機，可能就像中國大陸一樣。有無偵7、無偵8，還有各種甚至運輸用的無人機等等。我認為美國未來肯定也會往這樣的一個趨勢，豐富它無人體系，包括無人機的發展。因為損耗太大的話，所以要追求說成本再往下降。哈，等一下回來我們要特別來聊的一個議題啊，就是日本的核能力啊，現在會不會之後被視為是很大的威脅？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